老婆，老婆，你一晚上没回来，去哪儿鬼混了？吓人病！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最近开夜班车。懒得跟你解释，下来吧。宁玉要跟我离婚，为什么？你还真是没一点自知之明啊！我姐现在可是江北市赫赫有名的女总裁，你呢，一个开破突出的穷表哥。你的意思是，我现在配不上你？难道不是吗？当初我们夏家摇摇欲坠，我姐感激你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才允许你入赘我们夏家。不过如今嘛，我们夏家现在已经是婺城一流世家，我们荣辉集团也立身于婺城的商业之巅，而你还在原地踏。宁玉呢？我要听他亲口告诉我。以我姐现在的身份地位，你给她拎包提鞋都不配，劝你识相点，早点把字签了，还能拿到1000万的赔偿。我不相信宁玉会对我这么绝情，我要见他。宁玉，宁玉，宁玉！宋青云，你还真是不要脸！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尊重你那可怜的自尊心，给你留了脸面，要不然离婚这种事情根本不用通知你。我劝你识相点，拿了钱签字滚蛋。老婆，子娟，你们下来啊。老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给你买了条项链，你看一看，喜不喜欢？什么几百块钱的破烂货，你也拿得出手？这条项链大几万呢。大几万的你买得起吗？该不会是淘的 A 货？老婆，这条项链是你之前一直看中那个，我最近开夜班车赚了点钱，特意买来送你的。不用了，宋青云，婷婷应该都跟你说过了吧？没有意义的话，就签字吧。为什么呀？我们不是一直好好的吗？宁玉，我们已经结婚6年了，今天还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为什么突然要跟我离婚啊？你是发生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呀！不要说了，我不想我的儿子有个只会开出租车的父亲。宁玉，你一定要当着儿子面说这种话。说的没错，像你这种只会开出租车的窝囊废，才不配当我爸爸，害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我讨厌你。子俊，你在说什么？我是爸爸，你跟爸爸说什么呢？别在这纠缠不放了，我劝你啊，赶紧签了字，领了钱，赶紧滚蛋吧。我跟你说啊，你说的对，像这种垃圾废物才不配做你爸爸呢。你爸呀，就应该跟江北3大世家的吕少那样，人中龙凤，他才配做你爸爸。少，李明阳那个废物！你住嘴！李少比你有用千百倍，你才是废物。江北商贸的大帮主红姑将亲临吴城，他手上价值1000亿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项目将与我们夏家光辉集团合作，而这一切都是李少促成。李明阳促成的？当然是李少，难不成是你啊？3天后的商务晚会，红姑会亲自宣布和我姐的合作，到时候呀，我姐就是江北数1数2的女总裁，而你一个软弱无能、只会开出租车的废物，拿什么和李少比啊？可笑！这份1000亿合作项目，明明是我授意罗一红给你们夏家光辉集团的，跟李明阳有什么关系？嘿，你可别给你脸上贴金了，一个只会开出租车的废物，也就只能在这儿耍耍威风，撑一下你的该死的尊严，还跟你斗，你配吗你？宋青云，我希望你明白，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早点看清对你也是好事。签字吧。好得很，夏宁玉，你一定会后悔的。你算个什么东西，还配让我姐后悔？搞笑！和你离婚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并不后悔。那1000万的补偿金你也收下了吧，
他足够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从此之后，你与我们夏家没有半点关系，子俊也会改名和我姓夏。夏凝月，当初你们夏家濒临破产，是我宋青云对你不离不弃，百般照顾。我够了，宋青云，我夏凝月根本不要你什么所谓的照顾，我想要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子俊，你先上楼休息。哎呦，真乖！爸爸给你买了礼物，放在你房间，快去吧。好。明月，像他这种一无所有的臭屌丝，当然不知道了。你跟他说这些，那无异于是对牛弹琴嘛。夏凝月，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从楼上下来，你们在上面做什么了？子俊为什么喊他爸爸？瞧我这脑子，明月是昨天晚上啊，本应该给你的礼物，价值500万的极品和田玉手镯。来，明月，送给你。我明白了，你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就是为了跟你是又怎么样？谁让你配不上我姐？人家李少一出手就是500万的玉镯，你呢？几百块钱的 A 货，打发叫花子呢。哎，未来姐夫，你可不知道，你下来之前啊，这个人还厚脸皮说我们夏家跟江北商帮大帮主红姑的千亿合作项目是他做的呢。我知道，明月和你离婚呢，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你也没必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你的尊严找回来吧。我跟你讲，你这样说这样的话，真的是让人笑到大牙呀！而且，你干嘛不干脆说红姑是你的手下，听你发号施令呢？你说对了，罗一红就是我的手下。宋青云，你够了，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有责任有担当啊？别在这里吹牛说大话了。你宁愿相信李明阳这种废物，你都不相信我。夏凝月，你一定会后悔。这1000万的赔偿，我也不稀罕。我宋青云净身出户，跟夏凝月从今往后恩断义绝，再无瓜葛。好了，宁月，别生气了。甩开宋青云那个混蛋也是件好事啊。晚上咱俩喝两杯。不用了，李少，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还有，你昨晚是应酬喝多了才留宿在我们家，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发生。以后你也不要让子君喊你爸了，不合适。是我唐突了。你现在刚离婚，恢复单身了，那我这是追求你可以吗？李少，我公司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参见龙主。参见龙主。都起来吧。龙主，这些年来，我们按照您的意思，暗中扶持夏家光辉集团。他从当初的濒临破产，到现在成为吴城的商业支柱，也跻身进入吴城的一流世家当中。这次的江北商帮高新技术区千亿合作项目，也会在今天的商务晚宴中由罗一红亲自宣布，跟您的妻子夏凝玉小姐合作。此后，整个夏家都将飞黄腾达，更上一层楼。夏凝玉小姐也将成为龙国的商业翘楚，万众瞩目。夏凝玉，我能一手扶起夏家，让你站在商业之巅，自然也能收回一切。龙主，光辉集团的90%订单项目都是您暗中牵线的。这次的千亿合作项目是由龙国皇室发起，夏家光辉集团一家吃不下，属下这才安排罗一红合作帮衬。若是您觉得……朱雀，你误会了，我和夏凝玉离婚了。离婚了？当初我被人暗算，是夏凝玉救了我一命。我不离不弃陪在他身边6年，陪他从低谷走到今天。如今他飞黄腾达了，却选择把我一脚踹开。通知罗一红，今天的商务晚宴我会亲临。是。夏凝玉，今晚的重逢不可太节哀。明月，我今天特地过来找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的商务晚宴，红姑背后的那位大人物也会亲临。你是说龙殿之主会来？没错，就是那位身份尊贵、行踪神秘，就连龙国皇室都要仰仗他。明月，如果说你能得到这位大人的青睐，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我这种身份有机会见到吗？明月，别担心，
这不是还有我呢吗？那就麻烦李少为我引荐了。宋青云，你怎么在这儿？哼，我就说当初签离婚协议怎么那么痛，原来早在外面有人了呀！你少胡说八道！我胡说？你敢说你和这个小贱人没关系？敢给我姐戴绿帽子，我一棒子！你个贱人，你敢打我！宋青宇，你翅膀硬了是吧？敢背着我姐在外面养女人，我就说，当初给你1000万补偿你都不要。你说，你到底偷了我们夏家多少钱？都给我还回来！我从未对不起夏宁玉，也没有拿你们夏家1分钱。放屁！一个破开出租车的，能不会见钱眼开？你再敢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回英，这2个人想闯商务晚宴，你们可得给我看仔细了。你好，请出示请帖。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伪造请帖！你再仔细看看。你们看清楚了，这才是真正的请帖。来人，把他们赶走，不要想混进商务晚宴。龙主，这份邀请函是罗一红亲手给我的，这是真的。我知道，不怪你，保安不认识，应该是罗一红还没来得及通知下去。你们2个还不赶紧滚远点！我要是走了，这场商务晚宴怕是办不成。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5城的7星级酒店，来这里参加商务晚宴的人位高权重，非富即贵。你是不是他家人？他有神经病就别出来乱走，赶紧走，别在这里发神经，晦气！你给我等！龙主，我去找罗一红一趟，您稍等。他都走了，你还留在这干什么？比我动粗吗？下尊李少，你们来了。宋青云，你怎么在这儿？你是来纠缠宁玉的吗？你们2个已经离婚了，就算你再怎么费尽心机的纠缠，也改变不了。这人拿这张伪造的请帖，想要混进晚宴，还要被我发现了。宋青云，没想到为了纠缠我，居然伪造邀请帖，你可真令人恶心。我纠缠你，痴人说梦。别装了，我知道宁玉跟你离婚对你打击很大，否则你也不会特意过来堵他呀。哎，像你这种只会开出租车的废物，你是混不到这里去。哎，还有，我希望你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趁事情没有搞大之前，赶紧滚，否则等红姑来了，你就只有死路。等罗一红来了，你大可以问问他，我能不能走下去。宋青云，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敢冒犯红姑，还不赶紧跪下磕头道歉！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让我跪下道歉？宋青云，你有完没完？先是对红姑不敬，又是对李少出言不逊，你赶紧给我道歉！夏宁玉，李明阳放个屁都当真，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是吗？简直冥顽不灵！他就是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你跟他说再多，他能懂你的良苦用心吗？宋青云，明玉让你道歉是为了你好，怕你不知天高地厚被人弄死，偏偏你还不知好歹。我还不需要他来为我。既然你想找死，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贵宾，门口好热闹呀，发生什么事？原来是王月、林国峰2位啊！你们2位的确是贵宾了，有脏东西碍眼，我正在处理，不过不是什么大事啊。来，宁玉，这2位就是江北另外2大世家的家主。王总、林总，我是夏家光辉集团董事长夏宁玉。原来是夏总啊，年纪轻轻的就受到了红姑的青睐，厉害啊！王总谬赞，什么时候夏总有空，我们有一条合作嘛？多谢林总，你随时有空。哎，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先进去吧。别管这个废物东西了，走。还不赶紧滚！冲撞了贵宾，我大断你狗腿！住手！是我越也不识泰山，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带你走贵宾通道，请。
宁月，今天的这场晚宴集齐了江北的所有名流权贵，只有身价过亿的人才有资格站在这里。除了江北的3大世家之外，还有贵宾到。宋青云，你这个废物怎么混进来的？我从贵宾通道走进来的。还贵宾通道？你说什么大话？我呸！这也是你能闯进来的地方？怎么，你一个开出租车的穷屌丝，以为凭借着一张伪造的邀请函混进来，我姐就能高看你一眼？做梦！谁啊？这么大胆，竟敢伪造邀请函！这可是红姑举办的商务晚宴，如此的胆大包天，怕是不想活了吧？宋青云，你这么纠缠我有意思吗？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我没有纠缠你，刚刚你们没有听到吗？有贵宾到。哎呦，你该不会是想说那个贵宾就是你？是我。你这个废物胆子可真大呀！先是伪造邀请帖混进来，再是冒充贵宾，等恒姑来了，你就等着被大卸八块的扔出去吧。啊！等罗一红来了，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把我从这里扔出去。这位夏总的赘婿前夫，怕是想找死吧？跑来这儿胡闹，怕是会影响红姑和夏合作呀。宋青云，你给我住口！这里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你赶紧给他们道歉，然后滚出去。让我认错道歉，该道歉的明明是他们。你是真蠢啊！像你这种不知好歹的货色，真是多说无益啊！宁玉让你道歉认错，是给你寻了条活路。在场的每一位，有哪个是你这个低阶之人能得罪得起？可是你还偏偏不知死活。我的活路还轮不到他来给。至于你们说的伪造邀请函、假冒贵宾混进来，等罗一红来了，你们大可以问问他，真相到底如何。够了，宋青云，我知道你不满我跟你离婚，你心中对我有恨，但是这也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你赶紧给我出去！随便你怎么想，到今日，我宋青云不会给任何人认错道歉。宋青云，你也就只能硬气这一会儿了，一会儿等你死了，给你收尸的人都没有。自寻死路！来人，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我看不知死活的是你们。你们好大的胆子，敢跟他动手！你们可知他是谁？这位姑娘，你又是何人？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我劝你最好跪下，跟他磕头道歉，最起码能为你们李家求得一条生路，否则李家将会从江北3大世家中除名。让我给他道歉，这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了。他一个只会开出租车的底层垃圾，让我们李家从3大世家除名，凭什么？凭他这张只会胡说八道的嘴吗？我当是谁呢？在这儿大放厥词。李少，她呀，不过就是宋青云在外面养了个女人罢了，你可别听他瞎说。果然啊，什么锅配什么盖，你俩都一副贱子。你又打我！我想扇你很久了。放肆！竟敢在晚宴打人！我的人动手又怎么样？把他们2个给我赶出去！你要干什么？你竟然敢打我！别说打你，我就算弄死你又怎么样？你应该已经找到罗一红了吧？给他打电话，限他10分钟内滚到晚宴现场。是。凤小姐，这次签约项目由你作为甲方前来，今后请多多指教。红姑客气了，我听说您背后的那位大人物也会出席此次商务晚宴。
不错，那位大人物尊贵无比，万人之上，连龙国的皇室都要鼎力相待。虽隐世6年，但他而今就要出世了。宋青云，想不到会在今晚的商务晚宴上遇见你，有意思。啊，那位大人物身边的护法打过来电话，定是催我过去。好，现在就赶去晚宴。有好戏看了，我也得赶紧过去现场。罗一红正在赶来的路上。你们还有谁不服的？还有谁想赶我宋清源离开这儿？尽管站出来！好大的口气！你以为你是谁？竟敢如此放肆，找死！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我要让你在江北活不下去！哪里来的疯子，竟敢在这里闹事？还不赶紧拉出去乱棍打死！目无尊卑，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让他一命呜呼，算是轻的。姐，他现在惹了众怒，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被牵连的。宋青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非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场的地步吗？是我在闹，明明是他。你想找死就找死，别牵连我姐。苏清云，今天你的死期到了，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千倍万倍的讨回来。还有你，你也算是个极品美女了，为什么非得跟着他自寻死路？自寻死路的人是你，他的身份岂是你们这群蝼蚁能够妄议的？你被他耍得团团转而不自知啊！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宋青云他就是个废物，夏家的赘婿，一个死乞白赖不要脸的窝囊废。他不甘心夏总跟他离婚，把他踢出家。胡说八道，胆敢妄议他！大胆，敢在这儿闹事儿！大胆，何人在此闹事儿？居然惊动了江北商帮的二帮主，他的身份只在红姑之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怕是要死无全尸了。木叔，就是他们在这闹事。宋青云，你还不赶紧道歉？我为什么要给他道歉？简直是不知死活！你现在道歉还能活命？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木叔，就是他伪造邀请帖混进来，还冒充贵宾在这大放厥词，对红姑不敬。贵宾？呵呵，红姑这会儿正在接待贵宾，你小子算是哪门子贵宾啊？你就这么确定我不是罗一红请的贵宾？放肆！你小子算什么东西，敢在这儿无礼？您可别听他胡说，这个人啊，身份卑劣，品行不端，还带着他的小情人在这打着闹事儿。哦，他还敢动手打李少，我们都看见了。是吗？他敢向你动手？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为我证明，这个人身份低劣，目无尊长，还敢对我动手，一时将今夜所有的名流都没有放在眼里啊！孟叔，我李明阳号召诸位，已将当众处死，以儆效尤。宋清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诸位，此人不能留。我王月集团董事长，能为李少作证，愿同李少一同将其当众处死。我林国峰集团董事长也能为李少作证，复议将此人当众处死。还有我许坤，还有我当众处死，当众处死，当众处死。姐，你看他自己故意要闹事，现在所有人都让他死，他活该。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没有。既然没有，那就请你当众自行了断。让我自行了断？你们配吗？放肆！你真是无法无天了！来人！宋青云，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要在座的各位看我笑话你才满意？
如果这是我跟你离婚，你对我的报复，那我报复你？难道不是吗？你明明知道今晚的商务晚宴对我有多重要，你明明知道我跟红姑的牵引合作项目对我多重要，但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闹事，难道不是对我的报复吗？所以，这些重要到我们结婚6年的感情，你都可以说不要就不要，是吧？够了，宋青云，你就是一个一事无成、软弱无能窝囊废，离了我们的夏家毫无生路，所以才跑过来纠缠我姐。看我姐不给你机会，就在这胡搅蛮缠，怎么？你想拉我姐下水是不是？原来这就是你在商务晚宴上为非作歹的原因啊！夏凝玉，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吗？宋青云，你别狡辩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呀，就是看不得我姐好，看不得我们夏家飞黄腾达，你就是个臭水沟的老鼠，见不得光。你就是想故意毁了我们的商务盛宴，毁了我姐即将到手的千亿合作项目。怎么，你以为我们在场的人都看不出你这个卑微的心思吗？小人之心，可笑！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宋青云，原来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你真是太让人失望。夏凝玉，我说过的话，你有相信过吗？他们胡说八道，你从未怀疑。我们结婚6年，你真的了解我？你居然敢反过来怪我姐，你是不是男人啊？我姐养了你6年，你拿我们夏家的钱去养别的女人，你对得起我姐吗？别说你姐，你们整个夏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宋青云给的。宋青云，你以为你是谁啊？这是胡言乱语。我知道，我跟你离婚对你打击很大。够了，在场的所有人，只有你最没资格指责他。夏凝玉，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说过的话，也从来没有相信。满嘴谎话，大话连篇，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我宋青云从来没有骗过你，很快你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算了，看在我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只要你现在肯当众道歉，我可以尽全力保住你的性命。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好聚好散。不必了，归根究底，你不过是怕我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你跟红姑的千亿合作项目罢了。宋青云，你别不知好歹！宁月，这个废物竟然这么不领情，你为何还要再三护着他？况且他已经得罪了全场，惹了众怒，给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啊！夏家光辉集团虽然在吴城是商业支柱，但纵观整个江北，那也只能是勉强排得上名号。众人之怒，夏总拦不住。王总此话不假呀，夏总何必为了这种人自毁前程？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他故意在这儿闹事儿，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还好你跟他离婚了，要不然我们夏家指不定被他折腾什么样呢。既然你一意孤行，宋青云，那从今往后，你和我夏家，和我夏凝玉没有半点关系。这样，再好，宋青云，宁玉都不要你了，你的死期就要到了。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等会儿你们李家会从江北3大世家除名。你好大的威风！来人，将这小子当众处死！红姑到！红姑，您来了。红姑，恭迎红姑。宋青云，现在红姑来了，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当初要不是我心软，根本就不会嫁给你。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生我贵进来了不速之客，我们正在肃庆呢。不速之客啊，就是一个开出租车的穷屌丝。哎，您不必在意，我们这就把他弄走。来人，把他！你们好大的威风！我这反应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了这是？洪兄，就是那个底层废物闯进来打扰咱们的商务晚宴。哎，没事，我们正打算收拾他呢。底层垃圾。没错，就是那个底层垃圾。他呀，就是夏家的一个废物赘婿，他还口出狂言，再三对您不敬。我们好心劝解，他却……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风姑，您这是……我看你这二帮主就别当了。姐完了，这红姐这么生气，到时候一定会牵连我们夏家。那个千亿合作项目岂不……哎，别说了，别怪我心狠。宋青云，是你咎由自取，自寻死路。属下罗一红拜见宋先生。拜见宋先生。宋先生，罗一红来迟，请您恕罪。是这个，宋先生，是我恕目寸光，稍有打扰的话，求您呀，大人不计小人过，甭跟小子一般见识。红姑，上次在吴城东街十字路口，我就警告过，再有下你这江北地头蛇的位置就别坐了。你手底下这些富家权贵都不知道多为，蛮不讲理，仗势欺人，狗眼看人低。宋先生，是我办事不力，给宋先生带来屈辱，我一定会给宋先生一个美丽的交代。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请宋先生上座？在场所有对宋先生不敬之人，我都想一一收拾你们。红姑，您是不是记错了？像他这种废物女婿，怎么可能会是您的贵宾呢？他的身份岂是你能妄议的？还敢顶撞宋先生，还不赶紧给宋先生磕头道歉！宋先生，他道歉，我这辈子不可能给这窝的废道歉的。看来你们李家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不起，你在跟谁说对不起？宋先生，对不起。哎呀，宋先生，我错了，宋先生。你的道歉我接受，不过我宋青云言出必行，李家无名。宋先生，我错了，宋先生，宋先生不要，宋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宋先生。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我从未信口开河，也从未骗过你。所以这6年以来，你一直在向我隐瞒身份。除了隐瞒身份，其他的我从未对你隐瞒。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6年以来，你明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向我坦白，但你却从来没有。宋青云，你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你觉得很有意思吗？夏凝玉，你几时信过我说的话？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但凡有点真心，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姐你的身份？还装什么一个只会开出租车的底层窝囊废？哼！你让我姐在外面受尽委屈，遭人白眼，她凭什么不能和你离婚？你现在在这嚣张跋扈、仗势欺人，不就是为了报复指责我姐抛弃你吗？宋青云，你对我姐根本就没有坦诚过，你再多嘴一句，我就要了你的命！宋青云，就算真如你所言，我不相信你，那你也有千百种方法可以让我相信，对吗？但是你呢？你选择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现在我们夏家可能确实你在背后鼎力相助，但是我夏凝玉也是拼尽了全力的。哼，夏小姐，你未免也太抬举自己了。夏小姐，若不是宋先生暗中授意，你以为这6年你们夏家光辉集团源源不断的合作项目怎么来？是你谈来的？你拿什么谈？简直是可笑！就拿这4000亿项目合作而言，你们夏家算什么东西？在场的各位名流权贵，哪一个拎出来不比你夏家高贵？我罗一红
凭什么偏偏选中你夏家？别说了，红姑，当年我受伤，是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的救命之恩，所以我选择留在你身边，甚至不惜入赘夏家，哪怕夏家濒临破产，我也始终对你不离不弃。夏家飞黄腾达之后，你反而嫌弃我是个累赘，配不上你的身份和地位。不是，你不必再解释，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也说过，我做什么跟你们夏家无关。我今天就是想要告诉你，我宋青云顶天立地，我从未骗过你。夏凝玉，你好自为之，你我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今夜之宴，纵观全场，尽是魑魅魍魉。宋先生，是我的疏忽。你们在我罗一红的地盘上闹事儿，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红姑，晚宴之事全都是误会，您息怒了。误会？对，都是误会。此事呀，主要是李家和夏家挑起来的，我们只是在一旁围观，并未打算参与。如果真要怪的话，就怪李家那个李明阳，是他把我们拖下了水。对，要怪啊，就怪姓李那个小兔崽子。我们只不过就在旁边偏听偏信了，冒犯了宋先生。我王月愿意向宋先生赔礼道歉，请您饶罪啊！我林国峰也愿意向宋先生赔礼道歉。您有什么要求啊？尽管提，我们啊一定满足您的所有要求。是，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我许坤也愿意向宋先生道歉。我也道歉，我也道歉，我也道歉，我也道歉。原来在你们眼里，这是一场误会啊！既然你们认为把我当众处死是一场误会，那你们全部都自行了断吧。宋先生还真是会讲玩笑啊！对，宋先生开的玩笑还是如此的幽默呀！是，我可没时间跟你们开玩笑。宋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听不懂吗？我的意思是，你们都自行了断吧。宋先生，这些话可不行乱讲的。我有乱讲吗？你们先前想要将我当众处死，让我自行了断的时候，可比现在声势浩大很多呀。那都是误会。宋先生何苦如此咄咄逼人呢？今日的商务晚宴，我江北的名门世家都聚集在此，你让我在场的所有人自行了断，无异于是将我江北的所有名门世家除名啊！那又如何？我看在红姑的面子上，尊称你一句宋先生，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就真的掌控了在场所有人的生死之权吧？林国峰，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红姑，您为江北的地头蛇，江北地下商帮的大帮主，我们以您为尊，唯命是从。可是今日他要我们自行了断，这怎么可能呢？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不是江北的名门世家？哪一个不在江北数十年的基业？他有什么资格要我们自行了断？林总所言甚是，我王家为江北三大世家之一，我王月是王家家主，岂能他一句话就能自行了断？红姑，我许家虽然没挤进江北的三大世家，但是也赫赫有名的。此事当玩笑讲讲也就罢，如果你要认真，我许坤也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们不接受，不接受！你们好大的胆子，这是要造反吗？红姑，并非我等想要造反，是他欺人太甚呀！此刻我江北各大名门如果联合起来，你又能奈我们何？我能奈何？既然如此，那你瞧好，慧英，通知下去，天亮之前，林家
从龙国消失。是。先前你能将李家从江北的3大家族中除名，那也是仰仗着红姑的威望，还有在座的诸位默认支持。我林家不才虽不是鼎盛显赫之士，但也基业100年。要想一夜之间将我林家从龙国抹去，不要说是你，就算是他红姑也未必做得到。林国峰，你错了。宋先生在龙国想要抹去你林家痕迹，根本不需一夜，只要一通电话足矣。红姑，你也不必如此袒护他。我林国峰之后站着的，几乎是整个江北的名流权贵。我王家愿与林家生死与共，我许家也愿意和林家生死与共。还有我，生死与共，生死与共，生死与共。看来你们是真的要造反！来人！既然你们愿意共同进退，好，那就一起抹去吧。是。既然你要赶尽杀绝，那我林国峰就奉陪到底。没错，我们奉陪到底。林总，不好了！集团所有业务忽然都收到了终止协议，连银行贷款都收回了，情况危急，资金链出现了断裂，马上就要破产了。什么？你说什么？宋先生要将你们从龙国抹去，我凤嘉兰自当鼎力相助。凤小姐，刚刚有急事处理，把您落下了，实在不好意思，请您海涵。无妨。怎么是你？又见面啦，我亲爱的。喂，胡说什么？我可没有胡说啊！上次你说你结婚生子了，我好伤心的。不过现在呢，你已经离婚了，那我就不跟你计较啦。你放开！我不放。怎么？你怕他吃醋啊？姐，你看他早就背叛了你，还装作一副被你抛弃的样子，身边的女人一个有一个。是我蠢。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既然不怕他吃醋，那就乖乖的配合我，待会儿我替你好好的出气。诸位，这位是燕京凤家大小姐凤嘉兰。燕京凤家有着无上荣耀的龙国第一世家，历任国母都是出自其中。难道是那个燕京凤家？燕京凤家在龙国根深蒂固，涉及各行各业，其权贵是真正的豪门，岂是我等能比的？他居然和燕京凤家有关系，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他的来头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大，在这世上少有人能与他比肩。哦，对了，我还得感谢夏小姐把宋先生拱手让出来，他是我凤嘉兰看中的男人，谁要是再敢欺辱他，便是与我凤家作对。宋青云，你所谓的身份就是借着他狐假虎威，借着燕京凤家耀武扬威，对吗？你想说什么？我就说，一个开出租车的穷屌丝能有什么大身份？原来早就勾搭上了这个女人啊！哦，还有那个女人也是你的姘头，宋青雨，可真不要脸，非洲。你是什么身份呀？也敢对我未婚夫指指点点？夏小姐，请问你现在是后悔了吗？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谁要是敢觊觎我的男人，我会让这个人下场很惨。后悔？我是后悔了，我后悔没有早点跟这种人离婚，一个只会靠着女人上位的人渣。夏凝玉，我跟你道不同不相为谋，随便你怎么想，反正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们俩毫无瓜葛。都到现在了，
你怎么还是认不清楚现实，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真是又可怜又可悲。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你愚不可及，鼠目寸光，听懂了吗？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也听不明白。我有什么听不明白的？结婚这6年，我比谁都了解你，一个只会靠着女人上位的人渣。凤小姐迟早有一天会看清楚你的真面目，而你的下场会比扫除夏家更惨。夏小姐，请问你是什么身份呀？也敢拿我跟你相提并论？我凤嘉兰看人的眼光可没你这么无知浅薄。最后啊，奉劝你一句，以后见到我未婚夫，最好给我客气，不然我不介意让夏家从龙国消失。坐好了，我的男人岂容外人欺辱？姐，他不过就是一个你扫地出门的窝囊废，以为他当个宝贝，真是脑筋不透。好了，婷婷，别逞口舌之快。姐，你就是太好说话了。天津凤家那么大，谁知道他是哪个犄角旮旯的旁支啊？在这儿要我，还想干什么？你看着便是。玛莎拉蒂全球限量款跑车1辆，燕京龙井地湾豪宅1套，100亿存款。哦，对了，没有密码。怎么样？我送你的礼物，你喜欢吗？让你破费。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心意而已，只要你愿意，整个凤家都送的这些礼，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总资产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呀！难怪红姑宁愿得罪整个江北的名流，也要维护他。哈哈，罢了，是我林国峰看走了眼，我愿意自行了断，只求宋先生放过我林家小辈儿。可以。你们呢？我王月也自愿了结，只求宋先生留我王家小辈一条活路。我也愿意自行了结，请宋先生给徐家的小辈留一条活路。既然你们都心服口服的知错，我宋青云也不是赶尽杀绝之人。今日之事到此结束，若下次再有犯者，别怪我心狠手辣。起来吧。多谢宋先生。我林国峰从即日起任凭宋先生差遣，刀山火海，在所不辞。我王爷也是，我薛家也是。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不继续留在此处。恒姑，抱歉啊，耽误你的商务晚宴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慢走，我来处理。走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2人时刻。什么臭东西，狗改不了吃屎，吃软饭的臭男人！呸！哼！这场商务晚宴，你明摆就是冲我来的。说吧，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未婚妻了？宋先生，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宋先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你可是救过我。一个小混混罢了，堂堂凤家大小姐，还不至于摆平不了。你要是不想与我坦白，那我走。哎呀，你这个人真无趣，一点玩笑都开不了。好啦，我的确是你的未婚妻，而且我们的婚约是龙国皇室赐的。这真的是龙国皇室的圣旨，为什么我没有收到？
6年前，你安定边疆，镇杀士兵，消息传回来，龙国皇室大悦，便打算给你赐婚。本想着等你归来领婚之际，我爷爷就可以当众宣布这道赐婚圣旨，奈何你选择了逃婚，销声匿迹至今。逃婚？我没有啊，所以这道圣旨一直在凤老爷子手里，从未公开过。是的，我爷爷去世以后，我在整理他老人家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道圣旨。所以你找我，找来了吴城。我的确有在寻找你的下落，但一直无果。至于我会来到吴城，是为了躲避凤家给我约的婚事。遇见你嘛，靠的是。我明白了，凤老爷子去世后，我又一直无踪，这份圣旨又从未公开过，凤家应该是不太同意我们的婚事，给你另外定了钱，而你不满意这笔钱。宋先生果然是聪明人。现在凤家有我奶奶一言堂，小叔凤九川主事，有些事说来话长，现在也不早了，不知明日宋先生是否有空，我们坐下来详谈。有空。好，那我们就约在洲际豪庭，那是吴城最顶级的私人豪华定制饭店，也是燕京凤家的产业之一。这是燕京凤家的至尊金卡，也是我爷爷当初想要送给你的。在龙国只有这一张，可以最大限度地调用凤家旗下的资源，凤家旗下所有的产业都可以享受至尊待遇。承蒙凤老爷子好意，那这卡我就先收下。好，那我们就明晚见。明晚见。白小姐，这次上午晚宴，在场的所有人都得罪了龙主，我不会从他们中选择合作方。况且这次迁移项目是由龙国皇室发起，凤小姐作为这次甲方的负责人，她自称是龙主的未婚妻，似乎对夏凝玉颇有意见，而龙主也和夏凝玉离了婚，划清了界限。红姑无需多虑，龙主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指示，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选择迁移项目的合作方。我选择燕京洛。燕京洛家是龙国的老牌世家，不显山不漏水，很是低调，但底蕴深厚，的确有绝对的实力，能够完成此次迁移项目合作。我也是这么想的，当初有龙主的扶持，我才对夏家开了后门。如今这些便利优待，我已经全部终止。原本夏家光辉集团连合作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没有龙主的扶持，我看到夏凝玉能带着夏家就不轻。失去迁移项目，夏家想要跻身上流世家的美梦也该醒了。龙主心软，并未对夏凝玉赶尽杀绝，只要他本分经营，不做美梦，当然光辉集团夏家依然可以存活下去，只不过会变得比较普通。那你觉得夏凝玉会甘心普通一生吗？当然不，那就是了。哪有怪得了谁？这一切都是他邹人自取。龙主，这次迁移项目的合作方，红姑那边并未选择夏家。我已经跟夏凝玉离婚了，以后这些事儿你们不用跟我汇报，自己处理就行。是，我知道。等一下，你看一下这个。龙主，这道圣旨是哪儿来的？龙殿从未收到过。凤家兰给我的。那您的意思是？当初我平定边疆，回来路上被人偷袭，慌不择乱导致，是夏凝玉救了我。偷袭我之人所使阿扎招数为倭国阴术，后来你们派人却一直没有追查我，回应能逃过龙殿的追查，在龙国屈指可数。凤家便是其中之一。如果真是凤家在背后庇护，此事非同小可。哎，姐，你快休息吧，别忙了。我睡不着。你还在想那个商务晚宴的事儿啊？我看红姐那态度，摆明了就不会让我们夏家成为迁移项目的合伙人，都是宋清怡那个废物。要不是他，事情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音乐是我，陆晨。
当年我辜负了你，便可以是不辞而别。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别，我跟你说正事。江北省跟大帮主以后，选择了延迟落奖作为此次千亿项目的合作方，而我项目是此次落奖项目。明日我会替他补偿。你什么意思啊？你是看我没拿到和红姑的千亿合作项目，故意羞辱我是吧？我跟你打是通电话是想告诉你，此次项目如果你想参与，夏家可以参与进去。等你明天来吴城了，我们再详谈。怎么了，姐？谁给你打电话？是洛尘。洛尘，就那个当初抛弃你的渣男啊！当初看我们夏家快破产，他一声不吭，不辞而别。现在怎么有脸给你打电话呀？千亿合作的项目，红姑选择了洛家，洛尘打算让夏家参与。那姐，你怎么打算的？主动送上门的机会，这次我一定不会放过。夏家在吴城已经是第一世家，想要跻身于江北上流，必须要靠这份千亿合作项目。姐，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带领我们夏家走上人生巅峰。到时候就算宋青云他捣乱又怎么样？等我们夏家一飞冲天的时候，他估计也就被那个凤家大小姐扫地出门了。我就怕万一他到时候再来纠缠你怎么办？我不会给他机会纠缠。宋青云，商务晚宴上你带给我的羞辱，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朱雀，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你说这个限量版的赛车玩具他会喜欢吗？少主当然会喜欢，我送您过去夏家。好，算了吧，你还喜欢我这个爸爸，晚一点你帮我送去夏家吧，他现在还没放学。哦，对了，我让你查凤佳兰，查的怎么样？这个是刚刚传过来的关于凤家大小姐的消息。这位凤家大小姐并非在凤家长大，而是一直跟在凤老爷子身边。跟在凤老爷子身边？他父母呢？他父母早年间就已经双双身亡了。莫非是凤家人自己干？凤家争权夺势尤为激烈，凤老爷子一辈子只有一位夫人，他膝下有4个儿子。凤佳兰的父亲凤平泽深受老爷子喜欢，甚至是内定的继承人，可他偏不是凤老夫人亲生。所以凤平泽夫妇意外身亡之后，没有人护着凤佳兰，凤老爷子就把她接到了身边养。恐怕龙国皇室能答应我和凤佳兰的赐婚，也是凤老爷子求来的，为的就是老爷子100年之后能有人护凤佳兰一世安稳。你接着说。凤老爷子的3个儿子明争暗斗，谁都不服谁。老夫人偏袒小儿子凤九川，扶了凤九川上位。偏偏2年前凤老爷子过世，留下了遗嘱，却是将凤家的大权交到凤佳兰手里。凤佳兰接手了凤老爷子的一切，表面上看她是凤家掌权人，身边凤家有我奶奶一言堂，小叔凤九川准是。可实际上凤家掌权人应该是凤九川，或者说是凤老夫人。对，凤老夫人的话在凤家犹如圣旨，谁都不敢忤逆。凤老夫人偏袒凤九川，所以现在凤九川主持凤家。那凤佳兰的联姻呢？自然是凤老夫人和凤九川设的局。他们选择辽北郭家第3子郭有春作为联姻对象。辽北是龙国皇室的发源地，郭家也算是皇亲国戚，跟凤佳兰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表面上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但这郭有春是个纨绔子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那方面玩出了问题，而且私下里暴力残忍。若是凤大小姐真要与其成婚，怕是不到2年就要相交异地。原来如此，那您打算帮他吗？凤老爷子是我的恩师，当初他传道授业于我，我才走上了保家卫国这条路。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护凤佳兰一世安稳。我知道了。喂，是宋子俊的爸爸吗？我是班主任李老师。是我，我儿子怎么了？你儿子在幼儿园大伤2位小朋友，我给他妈妈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应，你赶紧抓紧时间过来一趟。我马上过来。你家长等会儿就来了，你站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为什么要动手打2个小朋友？是他们俩先骂我的，我们又没说错。我妈说了你爸爸只会开出租车，你不配跟我们一起上学。就是，我妈也说过，你爸就是一个废物倒插门，丢脸死了。你们闭嘴！宋子君，你干什么？你居然当着我的面都敢打小朋友，一点教养都没有。你跟你爸一个样，没用的小东西，赶紧道歉，快点道歉！道歉！哎呀，
干什么？子君，没事吧？都是你害的我讨厌你。是爸爸不好，让子君受委屈了。我不想动手，但是你必须给我儿子道歉。你儿子在学校打伤了2个小朋友，我在教育他，你反过来让我跟他道歉，果然是贫民窟里出来的，蛮横的讲理。我没有，是他们先骂的我。我儿子什么样，我最清楚，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动手。你作为老师，当众辱骂孩子，连最基本的师德都没有，请你立刻给我儿子道歉。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夫人，林夫人，奶，他打我！奶，他也打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我害怕。子君不怕，爸爸在呢，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一个只会开出租车的底层废物！哎，生的小废物竟然敢打我王家的孙子！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怎么，你还想打人？你们学校招生也不限制父母的身份，好歹这也是江北最顶尖的国际贵族幼儿园，他的儿子凭什么跟我们的孩子一起读书？你个小杂种，居然还想打我孙子，我打死！你个小杂种，居然还想打我孙子，我打死！当着我的面，你也敢打我儿子？你一个废物，居然敢打我！我打你怎么了？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必须给我儿子道歉，后果自负！你还敢威胁我？你给我等着，我要你好看！老头子，你赶紧过来，我和你孙子在这幼儿园被人欺负了。你说什么？有人欺负你和我的宝贝孙子？谁呀？我腻了吧？一个不知死活的废物，居然把我们林家不放在眼里！出什么事了？老头子，王总是不是也在你身边啊？是啊，我们在办公室喝茶呢。你叫王总接电话，我和他媳妇儿在一起呢。喂，老王，我和你孙子在幼儿园也被人欺负了。什么？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欺负你和我大孙子？找死呢！行，我们马上过去。走，带人去一趟。我老公一会儿和林家家主马上就到，你们一大一小2个窝囊废就等死吧！林国峰和王月来了又怎么样？等他们来了，你们也得给我儿子道歉。死到临头你还嘴硬！你们学校最好在我老公和林家家主来之前有一个满意的说法，要不然你们就等着倒闭关园！你这个国际贵族幼儿园是越来越不像话，什么土鸡瓦狗的孩子都能进来读书，真是晦气！这底层的垃圾居然敢动手打人！一点安全保障都没有啊！你们放心，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宋先生，我们幼儿园不欢迎你们2位，麻烦你带着你的儿子离开吧。这位老师，你就是这么处理事情的吗？他们不仅侮辱我儿子，还要动手打我儿子，就因为他们是江北3大世家的林家和王家，所以你就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偏袒吗？偏袒怎么了？这所顶尖国际贵族幼儿园，我们江北3大世家都有股份，你一个开出租车的，你有股吗？我劝你识相点，王家、林家，你这个只会吃软饭的赘婿是惹不起的。错了，是他们惹不起我。一个破开出租车的底层废物，居然是我们王家林家惹不起他！告诉你，得罪了我们，你在江北市你儿子任何幼儿园进不去的，你还是赶紧滚回你的建民区吧。是吗？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谁从这里滚出去。红姑，马上收购江北国际贵族幼儿园，我要把它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儿子。收购？你一个只会开破出租的穷屌丝，你拿什么收购呀？这所贵族幼儿园少说也1个亿，就算他妈妈夏凝玉来了，也不一定一时拿得出来这么多钱。你一个穷屌丝，你有钱？我劝你们父子2人还是赶紧离开吧，免得等会王林2个家主来了，把你们赶出去。爸爸，要不打电话让妈妈吧？这会儿知道怕了，管了。孙先生你好，
我是江北国际贵族幼儿园的园长。刚刚红姑电话来，他以您的名义以2亿元收购了我们幼儿园。这怎么可能呀？这怎么可能啊，园长？在楼下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个是合同，您看，如果确认无误，麻烦您这儿签个字。园长，那么从今天开始，这所幼儿园归我所有。是的，我希望子俊能在这所幼儿园里面愉快的成长。如果他再受到一点委屈，你这个园长就当告我。啊，您放心，宋先生，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小子俊的。爸爸，你变得好厉害。那你还讨厌爸爸？我不讨厌我爸爸，你以后都这么厉害好不好？我不想让别人骂我是窝囊废的儿子。好，爸爸答应。那么现在你就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我不想见到他俩，还有李老师。园长，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江北国际贵族幼儿园不收品行败坏的家长和学生。他们2个的孙子被开除。至于这个没有师德的老师，也该解雇。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离开！你给我等着，我老公来了不会放过你的。我孙子，走。班长，你们还没给我儿子道歉。你爷爷来了！哼，我老公到了，你死期定了。是谁不知天高地厚，敢动我的老婆，我的宝贝孙子啊？王家主、林家主，您总算来了。我是班主任李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幼儿园里有个孩子欺负您2个孙子，我就教育他呀，但对方的家长不依不饶的。好大的胆子！如此放肆，不知天高地厚，找死吗？亲，老公，就是这个窝囊废，他简直瞧不起咱们王家。老公，刚才他还打了我一耳光，你看我这血印子还在呢，你一定要替我出这口气呀！不知死活的东西，居然敢打你！今天要是天王老子来，我也要把他大卸八块！来人，是，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给我拿下！你们干什么？园长，你先带子俊去玩一玩，交给我来处理。宋先生，你们好大的威风啊！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宋先生，狗屁！当着我老公和王家主的面，还不赶紧的闭嘴！好你个林国峰呀，你居然敢打我！谁允许你这样跟宋先生说话的？还不跪下，宋先生道歉！让我跪下给他道歉？他一个只会开出租车的废物！闭嘴！宋先生道歉！这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3遍。拜见宋先生，贱内无知，冲撞了您，还请您宽恕呀。林国峰，你疯了！这怎么回事？你们2个怎么给这个废物跪下行礼呀？闭嘴！你再敢多说一句，我就把你赶出王家！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带着孙子跪下，给宋先生道歉！你也赶紧带着孙子跪下，给宋先生道歉！现在道歉晚了吧？宋先生恕罪呀！你们的孙子在学校欺负辱骂我儿子，偏偏你们的夫人还在纵我，连带着我一起辱骂，怎么处置？我想2位家主心里分明。我会跟他离婚，把他赶出我林家，任其自生自灭。至于我这不成器的孙子，林国峰，你说什么？我跟你闭嘴！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昨日晚宴上的话，林家主这么快就忘了吗？还是说你又想当众自我了断？不敢不敢，宋先生，只是我这孙子尚小，他还不能明辨是非，求您给他一条生路。至于他，都是咎由自取，我会让他自行了断。峰，你说
说什么？我跟你生活了大半辈子，你现在居然听一个废物说的话，想要我的命，李莫风，你闭嘴吧，把他带下去，让其自行了断。放开！奶奶，放开我！至于这个小的嘛，我念他年纪尚幼，不予深究。谢谢宋先生，谢谢宋先生。宋先生，界内溺爱孙辈，是非不分，品德败坏，我绝不轻饶。我也会和他离婚，把他赶出我们家，让他自行了断。你倒是干脆呀！是他行事不端，罪有应得。老公，你怎么这么狠心呀？我可以赔你，我现在就跪下给你赔礼道歉。你就留我一条活路吧，小伟，快跪下赔礼，快！不准哭！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王家容不下你。来人，把他带下去，他自生自灭。不是，走！你怎么这么狠心？奶奶，宋先生，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一定要原谅我。你刚刚不是还向着他们要把子俊赶走？我有眼无珠，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的错，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再也不敢了。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他。你们两个知道怎么做？是，宋先生，我们明白。你拿着钱。谢谢宋先生，谢谢宋先生，谢谢宋先生。爸爸，宋先生，子俊回来了，辛苦了，我就先带子俊回去了。好的，好的，好的。妈妈，子俊，对不起，妈妈来晚了，你没事吧？没关系，爸爸今天替我打跑了所有的坏人。发生什么事了？一点小事都解决了。子俊啊，爸爸还有事儿，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啊！我先走了。爸爸，今天是我生日，你不陪我一起过吗？子俊，爸爸就不去了。爸爸给子俊啊买了生日礼物，等一会儿就有人送到家里了。爸爸陪我一起。妈妈，你能不能让爸爸留下来陪我一起过生日？子俊，你先到旁边去，妈妈有话跟爸爸说啊。夏总想要跟我说什么？今晚我在洲际酒店给子俊订了生日宴，夏家所有人都会来，包括他的太奶奶。他还不知道我们离婚了，我还请了一位贵宾，他的来头可不小。所以呢？你可以去参加子俊的生日宴，但是注意你的措辞和态度，少开口说话，不要给我和子俊丢脸。你要是嫌我丢脸，我可以不去。好啊，那你自己去跟儿子说你不去他的生日宴。好，夏宁玉，我答应你，只要子俊生日宴上没有人惹我，我可以和大家相安无事。你最好说到做到，不然你惹了贵宾，可没有人可以保你，包括燕京凤家。贵宾，这就不劳烦夏总担心了。宋青云，你以为攀上了燕京凤家就能为所欲为吗？龙国多的是权贵世家，燕京凤家又怎么样？您与凤小姐约在洲际豪庭，现在才5点，您是不是来的有些早了？我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宴，跟方家兰的约见，我到时候自会联系。我让你备的礼物呢？您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送到夏家给少主了。这份礼物是给夏小姐的，难道您对她又……你想什么呢？这是给夏家太奶奶的。这些年，太奶奶对我照顾有加，往后恐怕很难再见到她老人家了。这次就当是告别吧。
我就说嘛，你怎么让我准备这么贵重的礼物？这粒龙胆丸可是稀世珍宝，价值千万，有延年益寿，对濒死之人起死回生之效，也是当年您镇守边疆，龙殿那边为您准备的。原来是为我准备的。龙主，您打算什么时候回燕京？龙殿那边听说您要回来，各方镇守都想要见您一面。在您正式回归龙殿之前，打算在燕京为您举办洗尘宴吗？不急，我先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你先回去吧。今天有重要的贵宾前来洲际豪庭，他手上有燕京凤家的至尊金卡，请你务必要以最高规格的礼遇，不要出现任何的纰漏。我们一定会为持有至尊金卡的贵宾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不知道这位重要贵宾什么时候到？就在今晚，具体何时他没有明说。我明白了，我这里有通知下去，一旦出现至尊金卡，云海参天将穷尽所有，为其提供最高的优待。好，你去忙吧。宋青云，但愿你能帮我摆脱郭有春，也不枉爷爷生前如此看重你。太奶奶，宋青云，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他是子俊的爸爸，来参加子俊的生日晚宴也是理所应当。过来坐吧。那应该早点来呀，让我们这么多长辈在这等他，太过分了吧？哼，还是入赘到我们夏家的赘婿，用什么架子？我告诉你啊，你得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可是倒插门到我们夏家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夏家的佣人，别在这给我们管什么架子。姑妈，你可不敢说，到时候以他的性子再把咱给揍了。你没看我姐都对他客客气气。他敢？林玉啊，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告诉姑妈，妈可饶不了他。好了，青衣来了就好，快过来，让奶奶好好看看。这么长时间没见，又瘦了是吧？太奶奶，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好，我呀还能活好几年呢，我就等着呀看你和宁玉生二胎呢。太奶奶，您说什么呢？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你放心，今天有老太婆在这里，他们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也不知道给太奶奶灌了什么名堂，就偏心她，也没见跟我别说了。人都来齐了吧？哎，轩轩还没来呢。妈，我这不是来了吗？哎，你来了。哎呦，你把你男朋友肖恩也带来了。坐。我们家轩轩啊，她的男朋友肖安可了不得了，可是这家洲际豪庭饭店的经理耶。那可不是。这洲际豪庭啊，可是吴城最顶级、最豪华的私人定制饭店，哎，也是凤家的产业之一，是吧，香安？而且这个饭店的老板也很看重你，准备提拔你当副总呢。低调。燕京凤家旗下的产业，那可是龙国第一世家，可不像那个吃软饭的，只会顺着女人往上爬。还是表姐夫厉害，靠自己能力。那是，可不是谁都像他一样，不像个男人，窝囊无用，好下家养着，还白吃白喝。我爸爸很厉害的。好了，子俊都在这了，别说。今天是我们子俊的生日，这个啊是肖恩叔叔专门给你挑的顶级玩具赛车。我爸爸已经给我买了一个赛车，就在家里呢。这个赛车可不一样，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赛车大师专门设计的那一份儿。它呀，价值200多万呢，可不是像你爸爸这种人买得起的。哎呀，表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人家吃软饭也是买得起的。夏家的钱也不是这么给他花的呀。就是啊，女玉，
这个窝囊废，你可不能给他这么多零花钱，说不定拿着你的零花钱在外面养小狐狸精呢。哎呦，姑妈，你可说的太对了，这个人啊，他就……子俊，还不谢谢表姨送的礼物？谢谢表姨。子俊还这么小，你怎么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奶奶，我把礼物送贵重还有错了？哎呀，就是啊，这好歹也是轩轩和肖恩的一份心意啊。这可不像子俊他爸爸，孩子过生日连个像样的礼物都送不出来，还要孩子打马虎眼，说怎么送过了。妈，这一出手就是200万的礼物，可不是什么人都送得起的。哎，你也别怨家里那个没用的，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谁让你是夏家吊开门的女婿呢？好歹我们夏家现在是有头有脸，宁玉在上流社会也是风云人物，你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事事，不但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尽人之混。这找男人嘛，还是我们家轩轩有眼光。肖恩呐，再过几年就升迁了，到时候调到燕京，燕京可是有凤家罩着的，到时候谁不礼让3分呐？婷婷啊，你以后找对象你可得擦亮眼睛，你姐可就吃了亏了。放心吧，姑妈，我找男人呀，绝对不找他们。哎，林玉啊，我说你呀，就跟他谈，你懂我的意思吧？我知道了，知道就好。你现在啊，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可不能被什么闲言碎语给影响了。我爸爸很厉害的，会照顾妈妈，也会帮我打跑坏人。子君啊，你现在呢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这会照顾人的，充其量是个保姆；会打架的，这是地痞流氓。我知道这有些话说了你心里不舒服，但这都是实话。人呢要有自知之明，你要是做不了那个位子，就把位子让出来，让配得上宁玉的人站在他身边。你别既要这又要那的，霸着位子不干事儿。如果宁玉没来得及跟你们说，那我就告诉你们，我现在跟他已经……谢青云，有什么事回家说。今天子俊生日宴，我不想闹得不愉快。行，哼，说你2句你还不乐意了啊？只会无尾恨的东西！你要这么有本事，你怎么不在外面帮林玉啊？姑妈，你可别说了，他不捣乱我都谢天谢地了。您不知道吧？之前我姐跟那个红姑的千亿项目合作，就是被他搞黄的。你个废物东西啊！你什么都干不了，你还把我们的千亿合同搅黄了。这个千亿项目我知道，在国内可不多见。谁要是能和红姑打上合作，谁就能一飞冲天。你居然……好你个白眼狼！宁玉养了你6年，把你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居然把他项目给弄丢了。照我说呀，把这个废物赶出夏家得了，免得也祸害了我们家。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给你们夏家的，没有我，你们连接触都接触不到，没能达成合作，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你说什么？千亿项目？你见过千亿项目长什么样子吗？啊，你呀！我知道男人的面子很重要，但是你今天说这种大话，打肿脸充胖子就很 low。你是子俊的父亲，你不要脸，子俊还要脸。一群井底之蛙，鼠目寸光。够了，宋青云，即使你千方百计的想要破坏晚宴，但是我们夏家光辉集团依然能参与到合作项目中来。盟主，这次千亿项目的合作方，红姑那边并未选择夏家。你不要再自以为是了，我夏宁玉就算没有乙，也能接触到千亿项目。你的意思是，帮你的人是你所谓的贵宾？贵宾人呢？怎么没见到呢？红姑，这位就是你挑选的千亿项目的合作方。不错，这位是洛尘。您好，我是洛家本次项目的总负责人。是燕京洛家的那个洛家？是。洛家虽然行事低调，但洛家组织的那些人我倒也是见了个遍，对你倒是没什么印象。
我参军多年，任职龙卫时，掌管3000龙卫，今年才退役回洛家。凤小姐没见过我也正常，毕竟凤大小姐掌管凤家也才2年而已。原来如此。不过没关系，往后您能经常见到我，定会对我印象深刻。贵宾有事，晚一点到。哎姐，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呀？到时候他又心生歹念，又来搞坏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第2次合作机会，那可怎么办？等会儿贵宾来了，你要是敢捣乱，别怪我跟你翻脸。敢！林雨，这次他要是再敢搅黄咱们家的牵引合作项目，姑妈绝对找人收拾他。好了，都是一家人，吵吵闹闹的，成什么体统？太奶奶，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这是我特意求来的，极品帝王玉观音玉佩，有市无价，它能够保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有市无价。是啊，太奶奶，这枚玉佩可是萧安求了龙泉寺的住持给开过光的。燕京龙泉寺，慧恩大师，哎呦，这个可不得了啊！听说这个慧恩大师是专门给龙国的皇嗣祈福的。哎呦，小恩呐，你可真是了不得，居然能够托关系请慧恩大师开光啊！伯母谬赞了，我也是借了燕京凤家的福气，才有机会让慧恩大师帮忙开光。小恩呐，就是好，踏实稳重，勤恳能干。哎呀，有这么大的本事，也不到处炫耀。哎呀，不像有的废物啊，什么都不会干，只会吹大话。哎，青云啊，子君过生日你不送礼物也就算了，今日太奶奶在这里，你不会没生日？太奶奶，本来想等子君生日宴结束之后，单独送给您的。我倒要看看你能送什么好东西。我以为你送什么好礼物了，你居然送药丸？你怎么想的娘？给奶奶送药，你想毒死奶奶啊？青云，你居然给太奶奶送药，你真的太过分了！一看他就没安好心。太奶奶身体这么好，吃什么药啊？宋青云，你还是拿回去吧，送给太奶奶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此药有延年益寿、濒死之人回生之效，它的价值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想象的。切，也不知道在哪个撇脚郎中那里买的药，还在这里把牛皮吹上天。这药估计最多也就大几千块钱吧，还什么延年益寿？就是，你当我们是傻子吗？啊，你这个东西，怕是连产品都不合规吧？吃一粒会死人吧？哎，嬷嬷，别冤枉了这小子，您让我瞧一瞧。住手！此药已存放多年，开封之后会散了药性，需在1个小时之内服用，否则药效会大打折扣。你不让我开封，我怎么知道你这药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有奇效？你一个饭店经理，你懂药理吗？连此药不能开封你都不知道，你拿什么判断？你呀，少在这装模作样啊！你还嫌送这个东西不够丢人是吧？哼，你不让打开是什么意思啊？你怕是让大家都知道这3无产品吗？把药给我拿过来！这药是青云送给我的礼物，我都没说什么，你们在这边吵什么吵？你送给我这个观音玉佩很好，但青云送给我这药，我也很喜欢。我现在呀，就把它吃了。哎，奶奶你可别啊！哎呀，疯了吗？这不能吃！大惊小怪！青云呀，老太太我信得过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早就没了。太奶奶，谢谢你。自家人不客气。你看你这段时间都瘦了，
来多吃点啊。哎，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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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青云，太奶奶吃了你的药，要是有个3长短，我跟你没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想坑害我们夏家，居然敢对太奶奶动手，不曾获先！报警！现在立刻报警！这个畜生居然敢害人呢！打120啊！赶紧打120啊！太奶奶不能有事儿。没事，我来想办法。大家别慌，诸暨豪庭有医生，我这就去把医生请过来。萱萱啊，还是家肖恩有本事啊！哎，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是啊，表姐，还好你有个靠谱的男朋友。萱萱，国母，医生马上就来，别担心。这幸好有你。要是太奶奶有个3长2短，我们不会放过你的。这是正常现象，药效在太奶奶体内发挥了作用，最多10分钟，太奶奶就能醒过来。放屁！太奶奶现在呼吸微弱，稍有一不注意就撒手人寰，每1秒都是黄金抢救时间，还等10分钟，是想看太奶奶一命呜呼吗？宋青云，你是不是答应过我不在子俊的生日宴上闹事的？可是现在呢？太奶奶的礼物你可以不送，没有人强迫你。可是你这样闹，你是不是打算子俊每年的生日都是太奶奶的忌日啊？太奶奶对你也不薄吧？你怎么如此狠心啊？要早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会叫你过来。我没有惹事，太奶奶也不会有事。夏凝月，你就不能信我一次吗？又叫我相信你？你什么时候对我坦诚相待过？我凭什么相信你啊？爸爸妈妈，别吵了。子俊，大人的事情你别操心，去自己玩去。你别以为子俊在这儿，我们就能放过你。哎呀，要我是个男人，就自己去自首得呢，居然心思这么歹毒啊，可恶至极！我已经说过了，太奶奶不会有事的。谁是病人？陈医生，您告诉我，这位是病人，麻烦你了。医生，太奶奶怎么样了？病人心脏已经停止了。怎么可能啊？病人年事已高，我也只能打一针强心针维持。你们尽快送去医院抢救吧。慢着，宋青云，你还想干什么呀？都怪你，都是你给太奶奶吃了什么3无药品，还想阻止医生抢救太奶奶吗？你给我滚一边去啊！你要是敢阻止，我要你狗命！陈医生，您别理这废物，赶紧给太奶奶打强心针，救人要紧。我说过，太奶奶不会有事的。如果你打了强心针，反而会坏事的。你懂什么？你是医生吗？不是，但是我知道龙胆丸的药效。什么龙胆丸、狗胆丸？没听过。那是你孤陋寡闻。你居然说我孤陋寡闻？赶紧给陈医生道歉。陈医生可是3甲医院的特聘教授，诸暨豪庭的御用品师，他看过的达官贵人不计其数，还没有人敢跟他这么说话。太奶奶就是吃了你的3无产品，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你不仅不知悔改，现在居然辱骂陈医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还不道歉！慢着，先救人，待会儿道歉再说。你给病人吃了什么？你聋啊！龙胆丸。医生，你别管他，他就是个神经病，他就是故意的啊！这个药品里面还有点药物残渣，您看看。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中药，回去得检测了才行。随便搓出来药丸，你们也敢给老人家吃，真是不要命了！我说过，太奶奶没事，不用打强心针。让开！错过了黄金救人的10分钟，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了。宋青云，你有完没完？之前任你胡闹，任你胡作非为，你讨厌我，甚至毁了我跟红姑的千亿合作项目。但是现在人命关天，你可以恨我，可以恨夏家，但是你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啊？夏凝月，你每一次都这样，你从未信过我。好啊，你让他给太奶奶打针，但凡太奶有什么意外，你后悔都来不及。这是怎么了？
洛尘，你来了，这边出了点事儿。还不是因为有个不怀好心的人给太奶奶喂了什么3无药品？你看，3无药品，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洛尘，你还会医术啊？参军的时候学了一点皮毛。太奶奶的脉象怎么如此像服用了龙胆丸？洛尘，太奶奶她怎么样了？太奶奶没事，醒过来之后只会比之前更好。这怎么可能？病人明明刚才已经心跳停止了，现在的心跳怎么恢复了？而且这么强劲有力，根本不像是耄耋老人的心跳。陈医生，此话当真？这位医生说的没错，太奶奶醒来之后的确身体会强健如青年人。我也是遇到过这种脉象，才敢如此断言。你是中医大夫？算不上，我当初参军戍边，少不了会一点医用手段跟求生的知识。宁玉，当初并非我不辞而别，而是家族叫我回去，把我送到了军队里。我有幸参加了龙卫军，可惜这6年来，龙殿隐地无声，龙主也沉寂过，不复曾经的辉煌，所以我便从龙卫军中退役了。谁说龙殿隐匿无声，龙主沉溺无名了？你是哪位？啊，他是子君的父亲。原来是你。你既非中医大夫，也只是懂一点皮毛，怎么就能断定老人家醒来身体就会如年轻人？老人家的身体一到100年，根本就负荷不了如此强健的心脏。陈医生，此话当真？此言差矣，你以西医为主，根本就不懂中医的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太奶奶服用的药丸名为龙胆丸，乃是世间珍品。我家老爷子有幸服用过一名，脉象跟太奶奶如出一辙。这龙胆丸如此名贵，得值多少钱啊？此药岂能为金钱所衡量？纵观整个龙国，恐怕也寥寥无几，一粒难求。这是真的？所以太奶奶从头到尾都没事儿。明月，这个龙胆丸是谁给太奶奶？那么不方便说吗？明月，能给太奶奶送出龙胆丸，是肯定非同一般。你想与红姑合作签一项目，不过一张嘴的事，何须由我来多此一举帮你？没什么不方便说的。龙胆丸是你拿来的？是我，怎么了？就凭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从哪儿得来的？朋友给的。朋友？什么朋友会给你如此贵重的东西？陈哥，你别问了，我知道是谁给的。哪来的？还能有谁？凤家。燕京凤家？你跟燕京凤家有什么关系？哎呀，洛尘哥，都说让你别问了，你让我姐下了没？婷婷，你在说什么？难不成那个废物，你敢给他戴绿帽子啊？哎，宋青云，你是以为我们夏家没人了是吧？我看你有。姑妈，你别听婷婷瞎说。我就说嘛，你怎么会跟燕京凤家有关系？凤家的女人怎么会看上你这种热血废物？那他这个药丸是哪来的？算了，你不说实话我也能理解，毕竟事关重大。不过既然你给太奶奶吃了，就应该把药效跟大家说清楚，否则也不会让大家产生误会。这龙胆丸的药效，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了。你突然蹦出来装好人，把所有事情都怪我身上，难道不该怪你吗？洛尘哥说什么你就听着，人家可是燕京洛家的人，不比你那个什么燕京凤家的人差。燕京洛家，红都签一项目的合作方，燕京洛家。哎呀，这可真了不得呀！轩轩，夏家能把洛尘先生请来，真是天大的恩赐呀！萧安拜见洛尘先生。客气了，我一直在军中，今年才退役回洛家，负责洛家与此次红姑签艺项目。倪玉之前为这个项目呕心沥血，这次能参与进来帮我，我也能放心了。刚才听您说您是龙殿的人，是龙卫使，那都过去了。你还真是谦虚啊！你这种人离开龙殿也是件好事。你懂什么？我告诉你，
单凭洛尘先生是龙殿的人，就尊贵无比，他去哪都威震一方。更何况他是燕京洛家之人，你知道吗？燕京洛家是龙国3大世家之一。你跟那个窝囊废说这个干什么？他哪里听得懂？说的好听，你不过是洛家的一个私生子，只是为了顺利接回洛家才去参军，只能说是去龙殿镀了层金吧。胡说八道！看来被我说中了。太奶奶，你们都吵吵什么呀？吵了我的觉。太奶奶，你身体怎么样了？我没事儿，你们都站到这儿干什么？怎么围着我？赶快去吃饭呀！一会儿饭菜都凉了。老人家，你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刚才有点困了，眯了一会儿。刚才你心跳明明已经停止了，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容光焕发，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去医院检查什么检查？你们医生呀，整天就是检查检查，没病也给你们查出病来了。谁请的医生？多此一举。讳疾忌医，冥顽不灵。今天让你们来跑，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放你。三奶奶，你是谁呀？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太奶奶，太久了，不记得，你不记得？太奶奶，这是我姐的初恋男友，叫洛尘。难怪我瞧着有点眼熟啊，原来是宁玉的初恋男友啊。那你现在过来干什么呀？我们宁玉已经结婚生子了。林玉跟他不是已经……太奶奶，洛尘是我请来的贵宾，我们夏家光辉集团能参加到千亿项目，多亏了洛尘。他就是你所谓的贵宾啊？初恋男友？宋青云，收起你的龌龊的思想。洛尘哥对我姐余情未了，想帮我姐，怎么你有意见？我没有意见，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林月，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子俊，我也会视如己出。我第一个赞成洛尘哥和我姐在一起，总比其他那个帮不了什么忙，只会拖后腿的强。我巴不得他们早点离婚，让林玉找一个更有本事的男朋友。这但凡啊，青云有我们家香烟一半的能耐，我今天都不会说出来支持宁玉换一个老公这种话。宁玉要跟洛尘先生在一块，我赞同啊，非常赞同。他跟洛尘先生比起来，差远了。我还没有死呢，青云他还坐在这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跟青云离婚，重找一个老公。今天子俊生日，大家不要说题外话了。麻烦把蛋糕推进来。生日蛋糕到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关灯，许个心愿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子俊啊，许了什么愿望？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子俊啊，我们切蛋糕。子俊，抱歉，爸爸恐怕实现不了你的生日愿望。爸爸吃蛋糕。子俊乖，又长大1岁了，以后要懂事，要听妈妈的话，知道吗？去吧。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今天是子俊的生日宴，这顿饭我来买单。服务员，你好，先生，请问是要买单吗？真是笑话，你买单？这里随随便便一顿餐就是几百万，你买得起？
老姑妈，你让他买，吃软饭的省钱。那花的还要是你姐的钱啊，这个废物东西还有钱吗？你这张卡里有钱吗？别待会儿余额不足，还要你玉帮你补，那可就丢人现眼了。服务员过来，我是洲际航天的经理，让我打个救护车。你这张卡里有钱？跟你说啊，你随便刷。这张卡是？这什么卡？既不是银行卡，也不是洲际航天的会员卡，识别不出来。你级别太低了，去叫你们饭店老板来，他肯定认识这张卡。我级别低，你开玩笑吧？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们家肖恩的社会地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弄来一张莫名其妙的卡，都没有办法读取，糊弄谁呢？子俊有你这样的爹啊，也真够丢人的。赶紧滚一边去，别在这丢人现眼。哎呦，我还以为凤小姐有多宠她呢。这洲际豪庭可是燕京凤家的产业，妈，凤小姐都没舍得给你办张卡。我早就跟你说过吧，凤小姐肯定会认清你的真实面目，将你扫地出门的。你色事长久不了。肖恩，刷我的卡。你就算把洲际豪庭的老板叫过来，你的卡也读取不了。林月，这次我来买单，下次你请回来便是。让他陈哥。今天我算是看明白了，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排挤你，就你这副德行，很难讨喜啊！明明什么都做不好，偏偏打肿脸充胖子。真把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才是洲际豪庭会员卡，我今天刚到。那如果我说我这张卡级别比你们的高，这不可能！我是洲际豪庭的经理，这张卡我怎么会见？你没见过，只能代表你级别太低，不代表这张卡有问题。再诋毁我们家肖恩居试试啊！都读取失败了，还说你卡没问题，真是搞笑。够了，宋青云，能不能别闹了？现在已经买单了，你就不要在这丢人现眼。青云，你要是没钱，你就给太奶奶说，太奶奶这儿有钱。太奶奶，我有钱，赶紧把你们洲际豪庭的老板叫出来，他肯定认识这张卡。宋清源，你是想在这闹事吗？薛经理，老板说今晚会有一个重量贵宾手持至尊金卡前来。这个消息我听过了。莫非你手中这张卡真是至尊金卡？没错。宋青云，能不能适可而止啊？林月，既然他给脸不要脸，那你就满足他，把你们老板叫来，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老板，您来了，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我刚收到了消息，这个包厢有人刷了至尊金卡，请问是哪位？你说的是这张卡吧？我是洲际豪庭的老板，请问你先生贵姓？我姓宋。尊敬的宋先生，我们等候您多时了。您是我们洲际豪庭成立以来最尊贵的客人。您手上的这张至尊金卡，整个盟国就只发行了一张。什么？这居然是至尊金卡？居然全国只发行了一张？那我这张卡呢？您这是 VIP 会员卡，充值100万就能办理。与宋先生的至尊金卡截然不同。宋先生，还请你给我一部贵宾宴请，接受我们洲际豪庭最顶级的招待。您帮助的这位朋友需要一起一部贵宾宴请吗？不必了，
他们不配。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一会儿你们给他送一份生日礼。太奶奶，我知道您对我很好，所以我不想再隐瞒你了。我和夏凝玉已经离婚了。宋青云，你夏凝玉，你我夫妻一场，好聚好散。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你也不必把你那些狭隘的思想强加在我身上。我知道你自尊心强，我也不想与你争辩什么。你从来不曾了解过我，我们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你想给子俊找后爸，我建议你找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不是像他这种家世背景过于复杂的人，你根本把握不住。你放什么狗屁！你无非就是见不得我姐找的男人比你强千倍万倍。之前那个李明阳，你嫉妒人家，靠吃软饭把人家给毁了。洛尘哥，我可要提醒你一下，这个宋青云啊，包藏祸心，想让他对你下手。夏凝玉，从今往后，你再发生任何事，我不会再出手相助。宋青云，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我从来就没有求过你一次。太奶奶，不走。爸爸，不要离开我！子俊乖，爸爸还有事儿，你要听妈妈的话，回去吧。好吧，爸爸再见。他是你们酒店经理啊？是，宋先生有什么指示？他刚刚怠慢了我。我马上将此人解雇。宋先生，你看这样处理还满意吧？老板，您慢走啊。我刚才在门口跟你们老板嘀嘀咕咕的，是不是在告你状？他能告什么状？我们老板可不是为了他，对我一个主力骨干怎么样？他一个废物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明玉啊，这种废物东西，你早就该把他扫地出门，跟他离婚呐！姐，你也别跟那个窝囊废置气了，他就是存心报复。之前在商务晚宴上就搞破坏，现在又来挑拨你和洛尘哥的关系。那他手中这张至尊金卡还有龙档案是怎么回事？原来如此啊！凤嘉兰居然会跳上他，有意思。整个金圈都知道凤嘉兰有未婚夫，是辽北郭家第三子郭有春。想必凤嘉兰看不上他，才找了宋金云，毫无背景又好掌控，纯纯一个活靶子。哦，我就说嘛，我就说那个凤家小姐为什么就对他另眼相待了？原来是做活靶子呀！哎，他好像也就出了那张皮囊，也就一无是处了。我看他凌嚣张到什么时候，说不定啊，我死了都不知道。宁玉啊，你真的跟青云离婚了？当然啦！我问青云呢，你插什么嘴？是的，我跟他离婚了。难道你真的准备重新跟他在一起？不是的，洛尘只是我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既然如此，那你重新和青云复婚呀？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宋庆云那个家伙，他怎么配得上宁玉呀？他只不过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就您还这么偏袒他？是啊，我姐现在有洛尘哥帮忙，手里拥有那个千亿项目，到时候我们夏家的光辉集团就会更上一层楼。宋庆云那个只会吃软饭、靠女人的家伙，给我姐拎鞋都不配。就是啊，他就是个混吃等死的窝囊废。这宁玉跟他离婚了，这是解脱是好事儿啊！脑子有坑了，才会选择跟他复婚。你们这些鼠目寸光的井底之蛙，要是没有青云，我老太婆根本就活不到现在。6年前就和你的父母一样，承受不住压力死了。太奶奶，您说什么呀？我的身体能硬朗到现在，都多亏青云给我找的那些药。
他找的那些药都是绝无仅有的稀世奇药，你有钱也买不到呀。这些药要是放在市面上，就能瞬间一抢而空，都价值几千万呢。这些年，他给我找了不计其数，粗略估计也有几个亿了。您说什么？他的身份不简单呀，根本就不是你们表面上看起的那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毫无能力的窝囊鬼畜。太奶奶，你肯定搞错了吧？他要是那么有本事的话，干嘛还伪装成废物？他还跑去开出租车呢。当初夏家面临破产，重启的资金是他弄的。就算后来公司好多大的项目，也都是他拉来的。宁玉呀，要是没有青云，夏家早就破产了，根本不会有今天。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一月，过去的种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来。您说的对，最重要的是未来。不管宋青云曾经为夏家做了什么，我一定会带领夏家再创辉煌的。夏总，不好了，之前跟我们合作的老顾客有接近90%都发来了解除合作通知，他们都说看在宋先生的面子上，才与我们光辉集团合作的。一月，怎么了？太奶奶，您说的对，很多公司的合作伙伴都是他拉来的。唉，我老太婆年事已高，你们后辈的事情我管不了了，我也不想管了。请问哪位是肖恩先生？我就是。我是洲际豪庭的律师，您被解雇了。我被解雇了？不是，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可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右臂，前段时间他还要替换我做副总。这是解雇书，请您收好。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会代表洲际豪庭与您全权沟通。不用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洛尘，李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洛尘先生，您是说您愿意雇佣我？是的。太好了，谢谢洛尘先生，我愿意为您上刀山下火海。宋青云这个人不简单的，居然能勾得上凤家兰。若不是看在你还有利用价值的份上，我才懒得出手帮你。这个小鬼应该能好好用上一用。二小姐，客人到了。来啦，坐。先喝一杯茶。有话直说吧，不用拐弯抹角。那份赐婚圣旨，不知宋先生考虑过如何？我可以履行婚约，但是你得告诉我会面临什么，以免我会措手不及。宋先生果然是聪明人，我想你接到那份赐婚以后，必然会调查我一番。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基本情况，但是有些细节还需要你详细的告诉我。实不相瞒，凤家表面上是龙国第一世家，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内部动荡不安。凤家想要除掉我，也想利用我跟辽北的郭家联姻，稳固地位。历经万年老二的骆家不嫌山不漏水，实力恐怕早就在我们凤家之上了。至于第三的薛家，更是蠢蠢欲动，还有那些其他底蕴深厚的豪门世家，更是跃跃欲试。金圈权贵、豪门贵胄都面临着大洗牌。所以你跟辽北郭家的联姻，凤家是势在必行。是的，我没有办法忤逆，而且婚约书还在凤老夫人手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们明天就去领证。可以倒是可以，但是这治标不治本啊。5天之后是凤老夫人的寿辰，你陪我一起回燕京，给她老人家祝寿。到时候就由你亲自呈上那份赐婚圣旨。你毕竟是龙定之主，她还不敢不认。最好能让凤老夫人当众毁了跟郭家的联姻。可以。我父母早亡，用无兄弟姐妹帮衬，爷爷去世以后更是孤立无援，所以我在凤家能够调用的权力有限，大权都掌握在凤老夫人和我小叔凤九川手上。
至于那个辽北的郭家，更是个难缠的主。放心吧，我可以处理的。宋老夫人的寿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谢谢你，那就拜托宋先生了。你有什么事儿也可提前与我说，我们一起商量着来。好，那我们燕京见。朱雀，通知龙殿那边发诏令，我将正式回归龙殿。龙主，您终于要回归了。6年前，龙国皇室给我的赏封，我也是时候该回去认了。龙殿隐逸无声，龙主也沉寂不语。我6年未归，有些人怕是以为龙殿可弃。您曾只手独占3000里，双掌横推19州，龙殿是您一手创立的，谁敢犯我龙殿，我白慧英第一个不答应。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通知龙殿及各方镇守备厚礼，于5日后，我亲自前往凤家为凤老夫人贺寿。是。